大家好，歡迎又回來我們的頻道。最近我從我的架子上挖到一個9年前的桌上型 USB 喇叭，然後我用 Power Bank 給它通電，並用音源線連接手機。然後我發現它的聲音怪怪的，跟確定正常的音響對比，發現聲音嚴重失真。給大家聽一下。統額定輸出高達4560千瓦，採用25 kV 交流電，60赫茲，跟高鐵同規格，而且還搭載了 ATP 自動保護系統。我當時試聽之後，果斷直接拆了它。拆解完畢後，發現置放大器損壞，內置放大晶片是178-403。我們在影片後面可以簡單介紹一下。把揚聲器單體拆出來之後，我把它單獨接上放大器。反正我想，既然都拆了，不如自己設計一個音箱，把它再利用，不然丟掉可惜。因應環保趨勢，我給自己額外的挑戰，利用回收材料來構建作品的一部分。講了那麼多，讓我們來到材料與工具介紹部分吧。在結構材料部分，我們計劃使用從書桌敲下來的木板以及木條，部分木條用來構建邊框。為了工整，購買全新品，用於增強結構的竹塊，用於氣密的泡棉。結合工具有木工膠、熱熔膠、螺絲、電烙鐵、焊錫、鑄焊膏。電子材料部分需要4歐姆3瓦揚聲器2個，您的規格和我的可能不同。BHM314 藍牙5.0接收器，剛剛提過的 PAM8403 放大電路，一根廢棄的3.5毫米 Audio 電纜 ，USB-A 電纜1條，或任何可以提供電源的電纜。您需要注意，您提供的電壓需要符合接收器和放大器的供電電壓。最後是多芯電纜，至少4根以上，用於連接揚聲器和放大器。接下來講講我的設計。我為您得到每一個單體可以得到 0.8 到 1.2 的空間，正面開揚聲器和到相管的孔，方便反向聲波能量不會浪費。上下用厚板，並用木條連接增加強度。側面用2片3毫米的薄板膠合，左右聲道之間預留1公分的空間，填充後的泡棉充當緩衝，避免左右聲道互相干擾。背面也用2片3毫米的薄板膠合。注意，膠合2片或以上薄板務必使用木工膠或白膠，因為使用熱熔膠會導致2片木板中有空隙。現在輪到接線圖部分，基本上大部分放大器都可以用右上角的表格的規則 ，L、G、R 對應輸入音源 ，Power 對應您的直流電源輸入 ，Out 都對應您的單體，輸出正負極不可以反接。我的設計都講完了，但是在開始製作之前，還是要說一下安全宣導。DIY 有風險，請評估自身能力再製作或測試過程中，您應該始終左右組件的狀況。若有異常，請斷電。即便本作品的工作電壓是低壓直流電，若使用不當，也可能對您的安全造成重大危害。準備好了就開始吧。剛開始先把準備好的木板拿出來準備，接着決定揚聲器單體和到相管的布局，接着用木工膠粘和前面板的2片薄板。切下來的木板不平整，用砂紙磨一下，把所有切割好的薄木板粘起來，製造出半個單體。把頂板放進去試試看有沒有 fit 進去，確定無誤後把它粘死，只在背面留下維修通道，在背面那一側貼滿泡棉，確保氣密。本體大致完工。接下來我們加載揚聲器單體，把寓所上的螺絲轉開。放入揚聲器單體，再鎖回去。接線部分照着前面提過的接線圖，最後再把背板6顆螺絲鎖回去。簡單環視一下成品。
最後來做一下試聽。我們讓所有測試都維持在水平投影距離30公分，並用 DJI Mic 2收音，手機也是待測設備之一哦。当然，聽自己喜歡的音樂也很重要哦。君の隣へ届くように響けこの空の向こうまで手作りのババ箱愛を込めて優しい音が包み込む永遠に続く優しいハーモニー到了總結部分，首先我的設計不一定是最佳解，不同功率有不同的建議體積。再來，我的 PAM840 3D Lay 放大器只是用3瓦2個聲道的等級。若您有不同功率的單體，請根據需求選擇放大器。如果您打算設計自己的音箱，請盡可能增強結構，避免共振。最後，製作時請慢慢來把氣密做好，避免能量散失。剛才我們要簡介一下 EG840 3放大器。共同特性都是 Class D filterless 架構，因此不需要額外的 LC 輸出濾波器，節省零件與 PCB 空間。都支援短路保護、加熱保護加靜音、休眠控制，對 DIY 音響比較安全。封裝相同，都是 SOP56，方便在小型模組上使用。最後總結，製作這個 project 讓我學到不少事，包含音源線的引腳定義以及模組使用方法。此次使用的多個回收材料，不僅節約成本，也為環保盡一份心力。そろそろお別れの時間だね。今日も遊びに来てくれて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また次の冒険で会おうよ。空野でした。みんないい一日をね。またね。